骆玉珠。我发现我的品味跟你接近了一点，今天口红的颜色都是一样的。陈江河在订车票、安排行程，没有时间。我想着，我们也很久没见面了，过来看看你。Hello, would you coffee? 我想喝茶，不要咖啡。咖啡？不要。你帮我解释一下吧。Tea, thank you. OK。杨小姐，真是越来越漂亮了，谢谢。心也越来越狠了。你这次是打算搞死我们吗？还是把陈江河叫来吧，我拒绝和你谈判。他真的在买车票、安排行程过不来，我可以代表他的。说真的，这批产品我们是花了大代价的，你们杨氏的5金首饰根本就比不了。费尔南德也是个老糊涂，就看着价格，盯着眼前这点利益，才会选你们。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长期合作呢？念着我们有些老交情，我劝你一句，费尔南德已经老了，他只能做传统的生意，你还真不能跟他有长期的合作。谢谢。骆玉珠啊，你说这都10年了，你怎么还越活越幼稚了呢？我以为你今天突然在我面前来，会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话。说实话，你有点让我失望了。我讲真的啊，不然你放我们一马，我们2家各出一半的货给费尔南德，就这一锤子买卖。你把我们的货全拿走，我们这个品牌就没有了。那你价格能不能高一点呢？成本价。你不怕我把货卖给别的分销商吗？如果能卖，陈江河早卖了。我还是跟你普及一下当地的知识吧。费尔南德是当地最大的经销商，谁会冒着把货砸在手里的风险跟他对抗？你说你大老远跑过来，是自取其辱的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特别诚恳地和你面对。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是朋友，不是对手。有钱大家一起赚，不好吗？好啊，别人可以，你不行。那我就把我的货都发回去，出口转内销，玉珠集团扛得住。哎，等等，我刚才如果没听错的话，你好像说你们是要坐火车回去是吧？想什么呢？是横跨好几个国家的欧洲快车。江河说，补我个蜜月。货都出港了。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件事了，就是看看怎么把你这个蜜月啊，给策划的完美一点。哎呀，你哎呀什么哎呀？很不情愿的样子啊！你欠我的陈江河，刚刚给你的衬衣。
给我你！我不管你怎么样啊，水路也好，公路也罢，必须在明天之前把所有的货给我发到马赛，好吧？你这样，你给所有来马德里的客商订所有机票，这东西变了，一个都别落下。钱当然是我们集团出了，今天晚上必须送他们回去。我所有的红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。哎呀，那很惨呐，那说明明天马德里这个展销会会很冷清的。用不着等到明天。今天晚上费尔南多的公关招商会就要展了。你看，这是他给我发的请帖。据我所知，没有几个人会去的。挺好，就可惜我不认字。罗总，你看，杨雪去吗？肯定他是主角嘛。梁，帮我个忙。是吗？我真想看看杨小姐现在的表情。我相信杨小姐一定也特别想看一看你是什么表情。她不会想看的，我保证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话你应该跟她讲吧。我这话是替我自己讲的。我们应该想想，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反击我们？其实不反击也许是正常的，没关系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但是有一句话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不应该让王旭来管理生产。他这么一退一进，他会耽误2次供货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开始的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这场仗一定会打赢，把这个恢复到以前，这很正常的选择嘛。越是大战在即，越要背水一战。你凭什么就讲说我打不赢？你很清楚我为什么说要把产品打到欧洲去，我是为了提升整个玉柱集团的品牌，怎么可以退？好吧，这件事情上陈董高瞻远瞩，我鼠目寸光，我道歉，对不起。但是我可能还做了一件更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我给杨小姐送了一个礼物。蛮好啊。什么礼物？其实我也没时间出去买嘛。就是你拿回来那个小熊。但是我是以我们俩的名义送给他的，我觉得挺周全的呀。说这个事情，你除了能够得到一时的快活之外，对我们造不成任何的利好。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家犯你。哎呀，什么你哎呀？怜香惜玉啊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哪里像是一个说度蜜月的一个新娘子？你现在完全初一时做一个小怨妇。哎，你挺客气的呀，小怨妇，我40多的老怨妇了。我熬到今天容易吗？您给我补一蜜月。这2年，除了工作，你跟我说的话越来越少了。记不记得我们这次走德国的时候，路过的那家五金厂？大桌，馋死我了！你看他们生产这个产品，从质量到质地到设计，声音大住。你很清楚，未来无论是五金还是食品，新的欧盟生产的标准都会出台。
到那个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全面的更新、升级还有换代的话，被淘汰是迟早的事情。我不清楚，生产线绝对不能再换了。你要是没有别的跟我聊，我睡觉。